男人正瘫在沙发闭目养神，突然瞥见大老板定制的骨灰盒竟被女儿涂改成了五彩斑斓的模样，他吓得瞬间从沙发上弹起来，手忙脚乱地用口水擦拭，想把上面的涂鸦蹭掉，可女孩用的染料防水性极强，怎么擦都没效果。骨灰盒的画画你是么想的？说吗？强哥赶紧给骨灰盒制造厂打电话，恳求他们再做一个。厂长却告知，制作这种骨灰盒的材料极其稀缺，就算花10年找到材料，还得再用2年半才能做好。强哥瞬间冒出一身冷汗，他太清楚大老板有多爱女儿，所有伤害过他女儿的人，下场都无比凄惨。眼看大老板的女儿马上就要送去火化，骨灰盒上的颜料却一点没减少。强哥见状决定赌一把，见大老板走出门，眼看对方过来讨要骨灰盒，强哥只好硬着头皮把那个被涂鸦的盒子递了过去。渔船似乎捕到了什么大货，下一秒船身竟猛地一沉，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拖着往海底拽去。此时船尾已经被海水淹没，短短几秒，大半个船身就被拖进了水里。渔民们还蒙在鼓里，不知道渔网竟逮到了一艘核潜艇。核潜艇内观察员侦测到异常情况，他猜测挂到了一艘渔船，但船长却不以为然，反而下令迅速离开。被拖拽的渔船以超光速向后退去，在这样的极限速度下，渔船的引擎早已超负荷运转，眼看就要爆炸，大量海水突然涌入，导致渔船又开始急速下沉。核潜艇的监测屏上代表渔船的光点正急速下降，船员再次恳求船长上浮。What kind of size trawler? It's maybe 6 crew. Is it us? No, No, we don't have time. Could it have been another submarine? 就在船员极力恳求船长时，几人为了活命，躲进了一个巨大的塑料桶里。没想到整栋摩天大楼朝他们砸来，塑料桶瞬间被顶得像颗炮弹，以惊人的速度冲向深海。海水的挤压和大楼的撞击让几人被撞得东倒西歪，好不容易摆脱大楼的裹挟，开始上浮，半路却被一团杂乱的电线缠住。人们急得对着桶壁疯狂捶打，折腾了几分钟才挣脱束缚。可还没等他们松口气，几人拼命往外推，却毫无作用。突然，外面传来剧烈的撞击声，原来是命大的强哥找到了他们。强哥用尽全力将塑料桶踹裂，海水瞬间从洞口涌进来，怎么也堵不住。男人见状，一拳砸在裂缝处，成功堵住洞口。而强哥此时已耗尽体力，身体不由自主地向海底沉去。就在这时，塑料桶上残留的电线缠住了他的一只脚，强哥随着桶身迅速上浮，终于浮出水面。没想到塑料桶开始大量进水，而桶盖早已被锁住，无法打开。此时桶内水位正以超光速上升。朋友，我们人多，你把桌子让让。聋子，你听见没有？面对混混的挑衅，书生默不作声，只是轻轻摇头。这番态度激怒了恶霸头目，他当即派人将书生团团围住。小子，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牵着不走打着走。好，我看你让不让。恶霸头目为了在小弟面前立威，亲自上前试图挪动桌子，却发现自己使尽浑身解数也撼动不了分毫。大当家心中一惊，不信邪的又叫来一群手下合力尝试，那张桌子依然纹丝不动。而此时的书生正悠闲地品着五粮液，面对如此挑衅，恶霸还想逞强，却被书生一筷子精准地钉在桌面上。大当家见对方如此嚣张，立即下令群起而攻之，即便武功不及，他们用车轮战累死书生总可以吧？起初书生凭借绝世武功轻松应对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渐渐力不从心。更糟糕的是，他还被大当家的暗器击中胸口。眼见不敌众人，书生当即决定36计走为上策，纵身从窗户跃出逃离。他每次享用牛排前，都会在餐盘边缘整齐排列12颗黄豆。当朋友无意间取走一颗时，他的眉头立刻厌恶地紧锁，面容变得扭曲狰狞，顿时失去了用餐的兴致。但为维持礼节，又只能强装镇定，保持微笑。随后他匆匆走进卫生间，取出随身携带的消毒肥皂，将肥皂盒仔细摆正后，他开始认真洗手。随着神情逐渐癫狂，搓洗的动作越发用力，生怕漏洗每一个角落。不料下一秒却不小心划伤手指，为擦拭渗出的番茄汁，他竟用光了所有厕纸。正当他好不容易缓过气来，他又发现衬衫上有个微小污渍，于是用肥皂小心涂抹在污渍上，用核废水仔细清洗干净。把所有东西清理完后，他将肥皂擦干收回口袋。然而正当他准备离开时，却突然被面前的肛门难住。想到无数人触摸过的把手，不敢想象上面布满了多少细菌，他硬着头皮想要去开，刚洗净的双手又不愿触碰。绝望的是厕纸早已用尽，就这样他被活活困在卫生间，直到下一位使用者进门，他才如获大赦般逃离。东方朔为给汉武帝争取时间，悄悄将漏壶中的沙子藏进裤袋，趁众人不备时又将沙子倒回壶中。东方朔，时辰到了没有？回太皇太后还没有到。还没到。在东方朔梅开二度的操作下，硬生生延长出了2个小时。失去耐心的太皇太后不愿再等，而东方朔还是一本正经地表示，
时间确实还没到。那也不等了，若此时太皇太后宣读懿旨，汉武帝必将地位不保。我要拟诏。待臣再去看。危急关头，东方朔急中生智。建元元年，汉室第5朝皇帝刘彻禀太皇太后，臣有要事禀报。讲。臣内急，想要如厕。我当是什么大事儿呢？去吧。恰在此时，汉武帝刘彻终于赶到现场，化解了这场危机。东方朔以机智为君王赢得了至关重要的转机。哇哦！这是一场针对总统的精密刺杀，雇佣兵混迹于人群之中。当卓哥察觉异样时，以为时过晚，狙击手扣动扳机，目标应声倒地。更令卓哥震惊的是，身旁的同事突然倒戈，原来他们早已与雇佣兵勾结，意图将刺杀总统的罪名嫁祸于他。所幸卓哥凭借敏捷身手逃过一劫。作为顶级保镖，卓哥拥有丰富的单兵作战经验，即便面对数百名身经百战的雇佣兵追击，他依然能从容应对。丛林正是他最熟悉的主战场，各类野战技能在此刻展现的淋漓尽致。见卓哥如此骁勇，雇佣兵头目便将目标转向其女友，在卓哥家中埋伏重兵，甚至部署了顶尖狙击手守株待兔。但这等雕虫小技岂能瞒过卓哥的双眼？下一秒，卓哥竟从地底破土而出，一场惊心动魄的对决骤然展开。这是武术冠军赵文卓领衔的最新动作电影，喜爱该类型的观众不妨一看，相信不会让你失望。宫女冯苑正躺在石板上欣赏自己的双足，不料被闲逛的太子撞见。太子挥手平退随从，饶有兴致地走到他的脚边。冯苑吓得急忙起身藏起脚丫，跪地行礼。有着恋足癖的太子由衷赞叹：“你的10个脚趾像雪白的莲子，脚心呢，白若豆腐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脚，真是可爱极了，看得我都有点头晕了。”这般直白的夸赞让冯苑面红耳赤，没想到太子竟对自己的玉足如此痴迷。未飞上枝头变凤凰，冯苑特制了一双拖鞋，方便展示玉足。很快机会来临，他在太子必经之路假意撒茶，惊慌跪地求饶时，故意露出双足。原本要杖毙他的太子，一见玉足顿时消气。哼，是你呀！本王要好好的惩罚你。次日，冯苑竟被册封为侧妃。渔船似乎捕到了什么大货，下一秒船身竟猛地一沉，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拖着往海底拽去。此时船尾已经被海水淹没，短短几秒，大半个船身就被拖进了水里。渔民们还蒙在鼓里，不知道渔网竟逮到了一艘核潜艇。核潜艇内观察员侦测到异常情况，他猜测挂到了一艘渔船，但船长却不以为然，反而下令迅速离开。被拖拽的渔船以超光速向后退去，在这样的极限速度下，渔船的引擎早已超负荷运转，眼看就要爆炸。大量海水突然涌入，导致渔船又开始急速下沉。核潜艇的监测屏上代表渔船的光点正急速下降，船员再次恳求船长上浮。What kind of size trawler? It's maybe 6 crew. Is it us? No, we don't have time. Could it have been another submarine? 就在船员极力恳求船长时，小男孩对着红绿灯比了个手势，信号灯立刻就变绿了。旁边的交警看得一脸懵，我没开过，他自己跳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后来看到有人抢老人的座位，男孩伸手扶了下旁边的金属栏杆，那人顿时如触电般不停蹦跶。为了能早点到游乐场，男孩一路碰到红灯，就抬手让信号灯变了颜色。爸爸，我又枪毙了红灯。今儿个真顺，一路绿灯，真棒！到了游乐场，男孩觉得太空飞船飞得太慢，就搓了搓手，只见瞬间释放出电流，设备立马加速运转。工作人员以为机器出了故障，赶紧切断了电源。回到家后，愤怒的父亲狠狠揍了男孩一顿。男孩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。天渐渐黑了，他在路上遇到一位跌倒的盲人老者，连忙上前搀扶。没成想扶人的瞬间，他又不小心释放出高压电，电流穿过老者身体后，奇迹发生了，老者失明的眼睛竟然恢复了视力。两人还没来得及为这份惊喜高兴，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，悬在半空一动不动。顶尖杀手仅用一支铅笔便轻巧化解致命攻击，却不知已落入对方设下的圈套。当匕首吸引未拉注意时，徐远早已悄悄绕至其身后，稳稳接住高速旋转的武器，俯身迅速划破他的格拉泵。진검이었으면옆구리베이신겁니다。小美见状瞬间上头，当即决定给对方一点颜色瞧瞧。只见她从容偏头闪避攻击，弹射笔帽精准击中对方眼部，紧接着趁其懵逼之际，踏入闪电般绕至其后，手起刀落般割喉掩饰。너 방금 죽었어. 비명도 못 지르고.
本以为自己的教学能让学员认清差距，却不料颜面尽失的学员竟暗起杀心。随后以请教为名将小美诱至餐厅，实则召集数十名杀手，准备暗中埋伏发动突袭。然而这些算计早已被小美尽数识破。한이상 손대。幸运的是，女人被空调外机接住，这才保住了性命。但此刻没有什么比女儿的安危更重要。小美强忍着疼痛站起身，拼命扒开校工的窗户。她刚艰难地翻进屋内，后脚男人返回了楼下。浑然不知情的女人仍在焦急地寻找女儿的下落，完全没有意识到校工正在快速逼近房间。好在及时听到脚步声，她侥幸在校工打开肛门的瞬间躲到了床底。正当小美吓得浑身发抖，不敢发出一点声响时，手机却不合时宜地响起。她慌忙按掉电话，屏息看着男人径直走进屋内。所幸校工只是进来更换衣服，但就在她刚松口气时，意外再次发生。男人突然弯腰捡拾地上的钥匙，眼看就要发现床底的异常，小美惊恐地蜷缩身体，却已经退无可退。关键时刻房门被敲响，校工见状赶忙去查看，小美这才逃过一劫。小男孩对着红绿灯比了个手势，信号灯立刻就变绿了。旁边的交警看得一脸懵，我没开过，他自己跳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后来看到有人抢老人的座位，男孩伸手扶了下旁边的金属栏杆，那人顿时如触电般不停蹦跶。为了能早点到游乐场，男孩一路碰到红灯，就抬手让信号灯变了颜色。爸爸，我又枪毙了红灯。今儿个真顺，一路绿灯，真棒！到了游乐场，男孩觉得太空飞船飞得太慢，就搓了搓手，只见瞬间释放出电流，设备立马加速运转。工作人员以为机器出了故障，赶紧切断了电源。回到家后，愤怒的父亲狠狠揍了男孩一顿。男孩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。天渐渐黑了，他在路上遇到一位跌倒的盲人老者，连忙上前搀扶。没成想扶人的瞬间，他又不小心释放出高压电，电流穿过老者身体后，奇迹发生了，老者失明的眼睛竟然恢复了视力。两人还没来得及为这份惊喜高兴，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，悬在半空一动不动。老板，久等了。眼前的景象让女孩心惊胆战，一群瘾君子正在飘飘欲仙。此时两人想逃已来不及，丧彪当即没收了他们的手提包，手下混混还上前搜身，检查是否藏有监听设备。殊不知这两人正是警方派来的卧底，眼看就要摸到背后的监听器，小美急中生智，以怕痒为由躲开了搜查。谁知丧彪突然打开低音炮，震耳的音乐瞬间切断了外界缉毒组的监听信号。此时小美和同伴已被拉入疯狂派对，这群人用啤酒泼洒他们，紧接着竟将她的闺蜜强行拖走。小美想上前阻止，却被混混一把抓住。愤怒的小美试图反抗，却被旁边毒贩用酒瓶砸中头部，顿时头破血流倒在麻将桌上。更糟糕的是，她只能眼睁睁看着闺蜜遭受侵犯。接下来两人的处境将更加凶险。这部新近上映的国产动作犯罪片，目前正在平台热播，尚未观看的观众不妨找来看看完整版本，相信不会让你失望。女子抡起斧头猛击前方的管道，果然切断了氧气供应。下一秒，休眠舱内的外星人开始剧烈抽搐，仅2秒半的功夫，周围的外星人便全部失去了生命体征。见状，三人立即分头行动，是要将这些侵占地球的外星入侵者彻底清除。经过2年半的努力，他们成功消灭了大量外星人。但当阿伟抬头观察时，发现高处也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休眠舱，由于位置太高，根本无法触及。幸好阿伟通过液体流向判断出飞船内存在重力系统，他毫不犹豫地跑向顶部的休眠舱。就在他对管道疯狂攻击时，不料倒计时结束，一群年幼的外星孩童从舱内爬出。面对全副武装的三人，孩子们眼中充满恐惧。此刻若是开火，他们毫无反抗之力。经过片刻犹豫，阿伟最终选择放下武器。这个决定或许为2个文明未来的和平共处埋下了种子。影片在此刻落下帷幕。男孩轻盈一跃就来到了红砖上，随后又一个纵身，凭借出色的身体控制，全程避开黑白方格，顺利抵达终点。接着轮到2号选手小白，他虽然体能不占优势，却很快发现了规则的空子。既然明令禁止脚踩，他便干脆俯身趴地，用手肘与膝盖交替爬行，耗时2年半也成功到达终点。紧接着出场的是杂技演员小美，只见她从储物箱中取出一根绳索，手腕轻抖便将绳圈精准套牢肛门。凭借高超的走钢丝技艺，她毫不费力地完成了挑战。最后登场的是天才少年阿伟，本以为他会有什么过人的本领，哪知他仅是扫了一眼地砖布局，便径直踩着黑白方格坦然走过。在场众人顿时目瞪口呆，急忙追问缘由。小帅不慌不忙解释道，考试规则禁止踩踏黑白方格，但现场铺设的皆是长方形地砖，因此完全符合规则。就这样，所有人都通过了测试。男孩轻盈一跃就来到了红砖上，随后又一个纵身，凭借出色的身体控制，全程避开黑白方格，顺利抵达终点。接着轮到2号选手小白，他虽然体能不占优势，却很快发现了规则的空子。既然明令禁止脚踩，
他便干脆俯身趴地，用手肘与膝盖交替爬行，耗时2年半也成功到达终点。紧接着出场的是杂技演员小美，只见她从储物箱中取出一根绳索，手腕轻抖便将绳圈精准套牢肛门，凭借高超的走钢丝技艺，她毫不费力地完成了挑战。最后登场的是天才少年阿伟，本以为他会有什么过人的本领，哪知他仅是扫了一眼地砖布局，便径直踩着黑白方格坦然走过。在场众人顿时目瞪口呆，急忙追问缘由。小帅不慌不忙解释道：“考试规则禁止踩踏黑白方格，但现场铺设的皆是长方形地砖，因此完全符合规则。”就这样，所有人都通过了测试。他这把枪能装几发子弹？6发。小沈阳见状立即替劫匪回忆：苍宝打我的时候1枪，公共厕所追我的时候1枪，你设立视频3枪，刚才打那周兆新的手电1枪。桑彪掐指一算，顿时愣住，但随即强作镇定。2李细平肯定是2枪。眼看对方语无伦次，开始动摇，只有我才是这把枪开每一枪的见证人呐！很遗憾，不好意思，你这把枪没子弹了。为了迷惑劫匪，小沈阳又生一计。老韩，别开枪啊！让他开枪打我啊！没子弹的枪。来，摆出拼命的架势，桑彪心里彻底没底，手指虽已扣上扳机，但瞥见小沈阳身后严阵以待的特警队伍，终究不敢赌上性命。最终在警方的厉声呵斥下，桑彪乖乖放下武器，束手就擒。男子一个纵身飞跃，瞬间跨越10万8千里，直追天际的波音747。可惜距离飞机仅剩0.1纳米，他精准锁定前方高楼的避雷针，开启极速模式冲上楼顶。接着他紧紧抓住避雷针，开始高速旋转。在完成9981圈托马斯回旋后，借助强大的弹射力，精准地抓住了飞机的前轮。而他的使命是拯救这架濒临坠毁的客机。男子迅速攀爬至起落架，让绝望的机长重新燃起希望。下一秒，他徒手顶起1000斤重的液压装置，并向驾驶舱比出大拇指。机长见状，立即配合放下其他起落架，按照原定航线驶向跑道。塔台工作人员震惊得无以复加。在飞机着陆的瞬间，男子再次托举起落架，确保平稳着地。当客机安全停稳，在全机乘客的欢呼声中，他潇洒地转身离去。小伙终于找到了记忆中的277号电线杆，想起父亲曾在附近建造过小屋，里面很可能存放着救命的物资。正当他朝着印象中的方向奔跑时，却不知追杀他的老头早已发现了他的行踪。起初老头以为这只是垂死挣扎，并未在意，但转眼间，只见小伙突然如获神力般加速狂奔，紧接着纵身跃入一个10000米深坑。眼见猎物从视野中消失，老头怒气冲冲地发动越野车追了上去，决心要给对方一个教训。阿伟听到引擎的轰鸣声后，意识到自己已被发现，他匆忙躲进一片草丛，却惊喜地发现这里正是父亲小屋的入口。扒开洞口的石块后，他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。来不及喘息，他立即用脚猛踹支撑洞口的木板，必须在老头赶到前封住入口。随着汽车声越来越近，阿伟知道时间紧迫，为求活命，他使出浑身解数，奋力猛踹。经过不懈努力，终于在老头赶到前成功踹断木棍，将入口彻底封死，暂时脱离了危险。男人将传送门固定在车底，下一秒木板突然显现，翠花迅速撬开木板，小美毫不犹豫地钻入车厢。虽然车内满是琳琅满目的珍宝，但小美却对这些毫不在意，径直蹲下身开始行动。正当她准备收起工具时，不料幸好小帅及时用脚勾住传送门，才没有被发现。翠花急忙将小帅拉回隐蔽处。保镖虽注意到异常举动，但未深究。小帅趁机靠近马车，突然惊见前方出现100吨巨石，小美立即用尾巴缠住飞棍稳住身形，巧妙化解危机。随后让同伴用传送门修补马车破损处，并用画布巧妙遮掩。原来这批宝物正要运往首富的藏宝库，他们的计划是神不知鬼不觉地盗走全部珍宝。然而当众人再次开启传送门时，却震惊地发现放在一旁的魔法门意外倒地，导致传送出口竟变成了地面的普通石砖。男人将传送门固定在车底，下一秒木板突然显现，翠花迅速撬开木板，小美毫不犹豫地钻入车厢。虽然车内满是琳琅满目的珍宝，但小美却对这些毫不在意，径直蹲下身开始行动。正当她准备收起工具时，不料幸好小帅及时用脚勾住传送门，才没有被发现。翠花急忙将小帅拉回隐蔽处。保镖虽注意到异常举动，但未深究。小帅趁机靠近马车，突然惊见前方出现100吨巨石，小美立即用尾巴缠住飞棍稳住身形，巧妙化解危机。随后让同伴用传送门修补马车破损处，并用画布巧妙遮掩。原来这批宝物正要运往首富的藏宝库，他们的计划是神不知鬼不觉地盗走全部珍宝。然而当众人再次开启传送门时，却震惊地发现放在一旁的魔法门意外倒地，导致传送出口竟变成了地面的普通石砖。我得请你们喝酒。
话音未落，那对姐弟便已中枪倒地。眼看小男孩尚存气息，旁边的胖子急得团团转，但强哥清楚这是狙击手的圈套，专为引诱他们前去救援。你们再不上，孩子就死了！随着这声呼喊，老奶奶刚冲出去便应声倒地。与此同时，小美抱起男孩就跑，下一秒却被击中腿部，连怀里的孩子也未能幸免。面对如此绝境，强哥也束手无策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远处的狙击手并未立刻击毙小美，因为他身上带着黑老大的犯罪证据。对方此举正是要阻挠他们撤离。等丧彪带人赶到，就全完了。生死关头，强哥不得不做出一个冒险的决定。接下来的场面可谓惊心动魄。这部今年新上映的国产动作犯罪片，尚未观看的观众不妨找机会欣赏全片，相信会带来不错的观影体验。老大掷出武器斩落战马首级，目睹艾玛被杀，小伙立即翻身与敌人展开激战。刚解决完眼前的敌人，第二道暗器便呼啸而来。小伙敏捷闪避，同时用力拉扯绳索，不料敌方老大猛然转动武器，暗器顿时从地面弹射而起。小伙顺势将绳索缠绕在臂间，一步步向对方逼近。此时一名敌人趁机偷袭，利刃刺穿小伙衣袖，将他定在原地。危急关头，小伙咬开行囊，一脚将跌落的刀鞘踢向敌人。受惊的战马四处狂奔，将敌方老大从马背上拽落。小伙也被绳索牵引着向下翻滚，人马一齐顺着斜坡急速跌落。所幸小伙及时稳住身形。此时方丈赶来催促他撤离，小伙正要脱身，敌方老大突然从旁杀出，险些削掉他的脑袋。招招致命的攻势让失去武器的小伙难以招架，被打得节节败退。眼见敌方大军即将合围，小伙迅速拾起武器反击，趁对方阵型未成之际，一脚踹翻敌方首领，飞身上马疾驰而去。